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凯隐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现在的话，凯隐啊，之前跟大家说过，在这个版本是有来到了加强啊，小加强。但你说非常很强的话，其实还好，不是。这里的话，因为是对方是岩雀打野啊，所以岩雀前期的话非常弱的啊。这里的话直接过来啊，反对方的野，甚至还反他一个4F。这里的话看到了，对方是石头人开的。这里的话，直接过来，稳稳的拿惩戒，吃到红。这里的话就平 A 穿插普攻，一个 Q 闪，没烫死，好，把淤血送掉了。说实话有点亏这样子，但这边你可以看到啊，他的蓝条啊已经快叠满了，那这局变蓝真的也很快。因为他凯隐想更好的去叠这个被动的话，第一件的话是要带一个那个星火，就是那个就是日炎的那个最小件的那个500金币是吧？可以啊，也能烫到附近的敌人。这对面中单这血量非常低，但这边被追着 A 啊！哎，说实话，这边中单支援的很慢啊。但你如果说这样子，假如哈，你这样子送对面岩雀发育起来还是很强的，只不过他弱的是前期。他 W1 和 E 技能这两个技能，如果命中率高的话，他这伤害是非常高。你看这个冰女直接被他一套爆发就打到残血了。但对面岩雀说实话也还是有一点点运气成分在里面。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凯隐一直在送前期。这里的话主要是上来吃一点点的那个能量，回去就可以变蓝凯了。但这边真是，虽然说前期送了2个人头啊，但是他这边3分半了现在啊，然后回家可以变蓝凯出来啊，好了，又开始加豪行为了。我知道最近为什么有人加豪了，就是加豪行为呢，就是你没什么实力，但又是在网上装逼的人，然后现在网络名词热梗就是加豪。我一开始以为啊，加豪是什么啊，什么加豪战队啊，加豪什么的。哦，后来才知道啊，就是装逼，就是但是没有实力，又在那装，然后就在这加豪。实际是就是一些很普通的人，然后穿着飞 day 的那个连帽衣的那个，然后在那里装高手啊，装深沉，然后后来大家就说他是加豪啥的。啊，又是一个新梗啊！我感觉我这老头已经开始跟上时代了。
网速也是冲上了5G。这里有个残血的人头啊 ，W 刮到，大招直接进了。这里想杀的话，他有闪现，已经杀不了了，闪现进塔了。哎，这里 E 过来嘛？哦，再一个 QW， 闪现往后拉，很帅。其实变蓝凯啊，真的就这手游里面蓝凯在。就是蓝凯的强度，可能不一定比红凯那么有强度，但是蓝凯一定是顺的时候，或者说版本强势的时候，大家都会选择的蓝凯。它灵活性高，技能远，可进可退，你知道吧？红凯不一样，红凯的话就是更扎实一些，容错更高，所以。强度上来说的话，红凯多多少少就因为它的容错率高，所以红凯感觉强度蛮高的，就是强度比较好一些。但是你要说跟高手说的话，手游里面的蓝凯才是大家更希望玩的一个。这一套伤害啊，直接就带走。像这里面为什么不先杀这个塞恩？太肉了，知道吧？完全没必要。哎呦，岩突的话是不是放不了在这个范围内啊？就是放不了在那个墙壁范围内。这里一套伤害啊，带走。0-2打成了6-2，是吧？这就是这英雄啊，蓝凯带来的这种收割人头的效率，就是比红凯快啊。打顺风局啊，或者说版本没有太弱的时候啊，都会选择玩蓝凯。除了一种情况下，就是已经大顺风了，比如队友感觉也不差，那可能比如说在版本弱势的时候，也会选择玩蓝凯。而且蓝红凯的出装的话，都是这一套。已经没有说太大的区别了，不会说因为是红凯所以要有另外一套出装符文，没有了。现在的话，蓝红凯都是出这种刺客流的这种打法，只不过红凯的优势点就在于他技能命中敌方英雄，就是能造成回血啊。这里一个 WQ 就秒掉，说实话，这加强以后是不一样哈。你们要开始担心凯隐这个英雄了。9分钟以后，对吧？不是9分钟以后，9级以后吧，或者说超前发育的。对啊，回头就大招闪现 Q 啊，被他躲了，预判的位置反了，没想到他是往上走。对面卡萨丁啊，对面不贪了啊，直接回了。赛人来了，想杀他没必要啊，除非队友来了啊，是吧？2个人，一个人的话就没必要去找这赛人打架，太拖节奏了。不，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去想着跟他打架，因为打着打着你技能刚好交完，对面就来人了，而且塞恩没掉多少血，你的血量反而掉的比较多。你身为一个刺客，你肯定不是去打肉啊，除非集火的没什么好打的时候啊，才去选择打肉。来了，找到对面 C 位啊，一个 W， 对方
直接下了一个双招啊，也行。对方疾跑和闪现都交了，好像。就你一个蓝凯的话，你要去跟一个赛恩打架，打半天，你会发现他的日炎越烫越痛，你打他反而是打到后面越打不动。这一波吃太多伤害了，不能这么打，失败的案例。蓝凯肯定是利用 E 技能去利用地形啊，然后 W 起手。会更好一些，不是这种硬上的话很容易暴毙啊。好，先从这个岩丘的抓起，一个 WQ， 然后衔接平 A 就收割掉一个人头了。蓝凯的这种跑图能力啊，整体来说真的比红凯好太多了。而且一个 E 技能是吧？他不至于说啊要到那种叫什么，要利用 Q， 就很少说会要利用 Q 技能去作为穿墙跑图的。蓝凯就可以啊，完全凭移速啊，我一个 E 技能我可以突过3道墙。红凯的话。够呛，这里的话从家里高地出来用 E 技能啊，直接就跑到龙了，而且这个过程真的很快，他甚至都不再需要带那个天赋啊，疾跑的那个迅捷的天赋啊，不叫疾跑。然后凯隐的话，最好还是带一下这个过度生长。如果你玩凯隐，还是有个点，就是这个英雄还是太脆了。有一点肉的话，像那种过度生长的话，稍微多一点点肉的话，都是能让自己的容错啊高一些些。哎，蹲到了。这里的话，对面掉2个人，可以直接来打龙了。可以看到啊，他这个狂妄啊，可以一直叠啊。就如果在30秒内啊，他一直击杀敌人的话，他是可以一直叠的。我之前低估了这个符文，我觉得。应该30秒内不可能说，应该就顶多就叠，就是最多的话也就叠10层吧。看来不是，如果对方是落单，然后又复活出来，又被刷，又一直续上这个被动的话，30秒内，那真的还挺不错的。这岩雀有想法啊，不过这里然后可以看到狂妄的话已经消失了。哎，他这个是可以一直叠加，是不是啊？整场一直叠加。哦，他就是击杀一次，他就可以多叠1层。哦，
原来是这样子。那行，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一局啊，第二局的话打得一般，欢迎大家记得往下去看。